观之道为师者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挚友小关，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癌症对于任何一个人、任何一个家庭来说都不愿意、不敢去面对，特别是发展到晚期后的癌症，治疗花费不仅巨大，预后效果更是相当之差，家属最后可能面临的还是人财两空的局面。但是这个时候只能拿出人类战胜病魔的决心，因为害怕而惶恐的心魔比病魔更可怕。新闻里那些患者能乐观面对儿孙满堂的事情也常有，所以希望大家无论在面对什么样疾病或挫折的时候，都能勇敢的面对，万一有奇迹呢？而小关今天要分享的就是这么一则奇迹。都说癌症很难治，可是江苏的王老头在被判癌症晚期只剩3个月生命的时候，竟然靠一则秘方活了33年，再一次的打破了癌症必死之局。那么到底是什么秘方拥有如此不可思议的效果呢？跟着小关一起来看看吧。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，希望大家能点点订阅和小铃铛，您的支持是小关最大的动力，感谢大家。江苏南通的王老头如今已是80岁的高龄，在30年前患上了肺癌，经过医治，不但没有掌握住病情的好转，反而呈现了脑转移。最严重的时候话都说不出来，并且常常头痛的十分厉害。依照当时的状况，医生认为他已不可能再痊愈了，大概也只有3个月左右的时光。听了医生的最后通牒，家人都开始预备起了后事。可是出乎意料的是，随着时光一天天的过来，王老头不但没有倒下去，反而身体越来越好了。就这样过了半年时间，王老头去医院复查，主治医生看着他气色十分好，言语也很流利，感到十分震惊。尤其是体内癌细胞的活性十分低，数目也降了许多。医生感到十分困扰，到底是什么让王老头的病得到了这么大的转机呢？后来根据王老头本人描绘得知，癌症晚期的他也是抱着最后一丝希望，到了当地农村，求到一名老中医开了一组药方。这个药方其实只有3味药材：阴阳枝5克、枸杞10克和藏须黄芪2克，每日泡水代茶饮喝。就这样坚持了许久，身体居然一点点的痊愈了。后来经过多方的研究发现，这其中的主要成分硒元素对肿瘤细胞的生成、增殖以及其 DNA 的合成有很强的抑制作用，且浓度越高，作用时间越长，其抑制作用也逐渐增强，而且能促癌细胞凋亡。细胞凋亡或称细胞程序性死亡，是细胞死亡的一种形式，它在肿瘤发生、发展及抗肿瘤药物方面有重要作用。研究发现，阴阳枝硒元素对肿瘤细胞的抑制作用后，会诱导肿瘤细胞凋亡，并明显的与剂量成正比。其实现在很多老人还是知道硒元素的，也有人平常在服用各种可以补充硒的补品，甚至还有吃富硒大米的。不过他们补充硒的原因也不相同，有的是为了抗癌，有的是为了抗氧化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，还有的则是为了清除氧自由基，抗衰老。除此之外，硒对人体还有其他作用，比如能增强免疫力，延长寿命，保护眼睛，预防白内障，还能保护肝脏，降血糖，降血脂，排毒解毒。如果硒缺失，还会对男性生殖健康方面有所影响，降低男子精子质量，影响生育能力，并且免疫功能也会随之下降，从而导致疾病入侵。易患前列腺癌和肺癌，所以补硒真的有那么神奇的作用吗？接下来就听小关好好的说一说。首先，人类是怎样知道硒是生命活动中的必须呢？1957年，人类发现硒是防止营养性肝坏死的一种保护因子，这是人类认识硒的一个里程碑。自此，人们开始探究神秘的硒。1973年，又发现硒是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的组成部分。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硒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。1980年，中国人向全世界宣布硒可以有效控制克山病。1988年，中国营养学会将硒列为每日膳食营养素之一。人应该像每天必须摄取糖、蛋白质一样，每天也必须摄取足量的硒，才能保持体内营养素的平衡。
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硒在人体的作用。硒是一种非金属矿物质，是人体必需的一种微量元素。从人体分布情况看，硒几乎遍布所有组织器官，其中肝脏和肾含量最多，而且人体还可以在肾脏和红细胞里面储存一些硒。硒在人体绝大部分会和蛋白质结合成含硒蛋白，目前已经明确了几十种含硒蛋白。这些含硒蛋白起到抗氧化、调节甲状腺素代谢、维持维生素 C 等抗氧化分子处于还原态，维持正常免疫功能、抗肿瘤、抗病毒等作用。因此，人体的很多生理功能都离不开硒，严重缺硒将会导致健康受损。比如中国缺硒地区会有一种叫做克山病的地方性疾病。克山病主要表现为急性和慢性心功能不全、心脏扩大、心律失常以及脑、肺和肾等脏器的栓塞，而补充硒之后，发病率会明显降低。说到这里，有人要说了，既然硒那么有用，那到底要不要补硒呢？这个问题其实可以从2个层面来回答。第一，是否缺硒？缺硒就一定要补硒？那在什么情况下人体会缺硒呢？一般来说，卖补硒产品的商家会告诉您，中国是个缺硒的国家，从东北到西南有一道宽阔的缺硒带，缺硒地带的作物硒含量非常少，因此处在这个地区的人都会缺硒。这话听着确实有道理，而且所说的都是事实，但是最后的结论却有问题，很大的问题。人体需要的硒全部来自于食物，哪些食物含硒比较多呢？动物肝脏、肾脏是最多的，咱们经常吃的是猪肝和猪腰子，其次是海鲜，大部分海鲜的硒含量都相当高，然后是肉类，瘦肉的含硒量也是非常丰富的，蛋类和奶类也含有硒，最后是农作物，包括各种粮食、蔬菜和水果。农作物的含硒量差别非常大，可以相差上千倍，这取决于土壤的含硒量。但是补硒产品商家说缺硒地区的粮食蔬菜含硒量少的说法并不错，但是别忘了，除了农作物，还有动物内脏、海鲜、肉类和蛋奶。现在的肉蛋奶和动物内脏大部分来自于养殖场，养殖场基本上用配比好营养的饲料喂养牲畜家禽，其中的关键就在饲料上，合格的饲料就连应该加多少硒都考虑到了。也就是说，只要经常吃肉蛋奶，偶尔吃几次猪肝、猪腰子是不会缺硒的，哪怕您处在缺硒地区。因此，只要不是素食主义者，基本不会缺硒。接着我们来讲第2个层面，不缺硒的情况下，额外补硒有没有好处？先说说补硒产品商家的逻辑，硒有抗癌作用，所以补硒能够抗癌。再看科学家的逻辑，调查发现，缺硒癌症发病率会增加，缺硒人群补硒有助于降低癌症发病率，看出来区别了吗？目前关于补硒抗癌的临床研究不少，其中有些还是咱们中国做的，例如著名的零线营养干预实验，还有启动肝癌营养干预实验，得出的结论都是缺硒的人补硒可以降低癌症发病率，可没有说不缺硒的情况下补硒可以抗癌。美国倒是有一项实验，研究了缺硒和不缺硒的人补硒之后的癌症发病情况，得出的结论是缺硒足有效果，而不缺硒的效果不明显。所以不缺硒的人补硒的其他作用研究资料太少，小关就不做结论了。总的来说呢，硒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，该补的地方还是得补。如果说您是素食主义者，不吃海鲜、肉类等食物，那么可以吃一些富硒食品，例如富硒大米。对于饮食正常的人来说，补硒就没有什么必要了。如果想要多吃点硒，不用去买昂贵的补硒产品，完全可以隔三差五吃点爆炒干尖儿、糖醋腰花、红烧带鱼啥的，还能补充优质蛋白和多种维生素。好啦，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如果您有不同的看法，可以在评论区进行补充留言哦。喜欢小关的话，可以点点订阅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